家好，我是 Ike。上个礼拜六，6月8号的时候，在天湖棒球场举行了玉山杯的总冠军赛。那我自己本人其实也有到场支持。那其实今年的玉山杯，从5月30的预赛开始，然后一路打到决赛，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这个杯赛的一些赛事的赛况。那其实今天想透过这一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玉山杯，因为其实好像有蛮多人都不太清楚玉山杯到底是什么样的杯赛。那玉山杯的全名叫做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那我们就把它简称为玉山杯。那它是台湾所举办的青棒赛事。它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为棒球界寻找下一个台湾之光。那它其实前身呢，它是全国青棒锦标赛。那在2007年接受了就是玉山银行的赞助，所以它冠名为玉山杯。那我们其实也都知道，日本有甲子园。那韩国有青龙旗，那台湾呢就是玉山杯。刚刚提到的这3项都被誉为亚洲3大的顶尖青棒赛事。那总共全国有18个县市，将近快400位的选手，他们齐聚一堂，就是为了要争取冠军荣耀还有中华队的国手资格。其实所有的选手打棒球都是希望能够当国手，或是当职棒选手，或是旅外继续发展他们的棒球生涯。那到底要怎么样当国手呢？其实玉山杯就是一个媒介，它其实也算是一个选拔赛。那其实这玉山杯有非常多人的关注，包括外媒，包括台媒，所以它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好表现自己的地方。那今年的玉山杯结束啊，会遴选中华培训队，他们会为了要备战9月在台湾举办的 U18 亚青赛。那其实也有非常多知名的球员是从玉山杯里面被发掘到的，像是张耿豪啊、陈冠宇、李宗贤、崇虎，还有一些旅美的球员宋文华、林玉敏、林伟恩，这些非常知名的棒球员、非常知名的选手，他们其实都是从玉山杯出来的。那刚刚提到这些选手，他们其实都有得到玉山杯历届最有价值的球员奖。那今年的玉山杯呢，冠军是我们的桃园市，再来亚军是台南市，季军是新北市，殿军是彰化市。但其实今年玉山杯也有发生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尤其是台南市上次打进冠军赛已经是2009年，那他们也是在2009年当年夺下了冠军。这次相隔了15年又打进冠军赛，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地方是这个台南队，你们仔细看，他的球衣其实很像我们统一狮的复古球衣，所以其实很多网友都会把他们誉为就是我们统一三军。其实台南队啊，这次真的非常的强，他们从预赛到4强赛其实1场都没有输过，他们甚至在分组预赛的时候还有击败过今年的冠军桃园市。虽然他们在冠军赛以1-9输给了桃园市，但我觉得这群小将们真的也非常厉害，那他们也受到台南市非常多的表扬，希望台南市的小将们可以继续加油。再来，我要来分享一下我这次看完玉山杯的比赛，我觉得最有印象的2个人。首先，第一位是桃园市的柯志贤。冠军赛去现场看的时候，我就对这一个人非常的有印象，因为他的身材还有他的体型其实不太像我们台湾的高中生。他的身高190公分，体重有80几公斤，而且当时我去看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打击 power 是非常的强，也非常的有力，而且他有蛮多的粉丝跟球迷，所以当时我就有特别注意到这一个选手。这边来介绍一下柯志贤。柯志贤在2023年 U18 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好的表现，打击率达到了5成50，那还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还有明星外野手奖。那柯志贤也是因为在 U18 的世界杯大放异彩，所以他其实已经被道奇队签下，所以他也确定未来会旅美。所以这场玉山杯其实也算是他旅美前最后一个在台湾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我们从这场比赛中其实也确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力真的非常的强。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他的身材，然后他的打击火力，他的 power， 我觉得未来都是有非常大的可看性。那下一位很吸引我的是新北市的陈木恒。陈木恒呢，他是一位投打2刀流，他在本次玉山杯比赛中投球的球速时速最快可以达到150公里，那他打击火力也非常强。他其实在这次的比赛中其实也击出非常多安打。虽然他自己本人还没有去透露说他自己未来高中毕业后的一个动向，就是要投入中职呢，还是要旅外发展，但我相信如果他投入中职选秀的话，一定会是前几轮就会被选上的一个好选手。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比较有印象的选手。那我想要提一个，就是我最有印象的一个 play。那我这边先来前集提要一下，在7局上最后一局的时候，台南市是以3-2领先了彰化县，两人对3垒有人相差1分。那其实这种事情很难讲。再来，彰化县在打者2好2坏的时候，他下达了盗本垒这个指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play。要诉求了。哎呦，抓到吗 ？out 哇，盗本垒！但这个球应该有机会可以来挑战哦，因为哇，这球感觉有点机会哦。哎呀，有没有扫到啊？还没摸到，感觉可能是 safe， 因为对。
说还是一样啊，聊天室们，你们觉得是 safe 还是 out？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影片中看到，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捕手的手套刚好提早先碰到了屁股，但其实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是真的有一个挑战的空间。其实我去看一下各平台的一些留言，大家都会觉得，怎么会做出这样这么奇怪的一个战术下达？怎么会有盗本垒这么奇葩的想法？其实我自己觉得下达这个战术其实非常的聪明，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其实投手他是2段式的投球。所以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顿点，它甚至投球的时候还会往后拉再出手，所以其实彰化县那边一定有抓准投手的投球习惯，所以他们才会下达这样的战术、这样的指示。那这一球投手其实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以结果论来讲，当然结局是不好的，这个战术执行是失败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今天彰化县他们突然出了奇招，那甚至也有一个机会可以平手，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因为投手其实确实有可能会突然因为他跑了紧张了一下而失投，那或者是他们本来配球是配变化球，可能球速就会比较慢一点，又或者是他们可能原本配的球是高球，那这样还会有一个反应时间是要从上面往下拉到下面去 take 它。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虽然结局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下达算是一种出奇招，是真的有可能会成功。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不要再去骂就是彰化县这个 play 他们可能做的决定没有这么好。再来，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去现场看的一个心得。那我有提到嘛，就是我自己本人其实从5月30开打到6月8号总决赛那一天，其实我自己到现场看了2次。那其实这期间我只要有空，我也会关注一些玉山杯的直播赛事。那我觉得玉山杯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它是给这些高中生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会，可以去实现自己可能当国手的梦想。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赛事中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玉山杯小将们他们的拼劲，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热血，而且是真的会感动。毕竟我自己当时的学校他们是没有这种高中的棒球比赛，反正就是成员实力不够啦，就是甚至连棒球队好像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总之呢，我觉得它可以带出那种就像棒球大联盟里面演的那样热血，然后还有那种高中生的拼劲。虽然说我不是亲身参与，但是我真的会因为他们可能输球会一起难过，或是赢球，我觉得我也会一起开心。祝福所有的玉山杯小将们，可能在未来的棒球路上可以更顺遂，然后吸取这次玉山杯的养分，然后继续往前。每次讲一讲，真的都超级口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犀牛顿的水杯，看得到吗？透明的犀牛顿水杯，超级有质感，而且容量又很大。重点是它还是有附吸管头，所以我这样可以喝得很开心。我喜欢有吸管头的水杯。好，那我们继续。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一样喜欢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也欢迎你留言对于这次玉山杯的想法或看法，或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球员，也可以让我知道。或是其实你就是玉山杯小将，那也非常欢迎你留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就是持续支持青棒赛事，然后支持玉山杯，支持这些玉山杯小将们。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